哥哥。傻小子，一身蛮力啊，球都踢烂了。那怎么着？就算我赢了啊，你们输了，滚一边去吧。凭什么说我们输了？明明我们都没中杆。我们继续比。那球都没有了，比个啥哟？那要不这样吧，咱们比睡觉，你自己找个树杈，谁先睡醒谁就输啊。没有床，我根本睡不着。那就没法比了呀。靖哥哥，你去跟他比。蓉儿，我还不困。放心，我有的是办法让他输。真是厉害，这么快买来了这么多好吃的。真香啊！我爹呢都说我这叫花鸡全天下第一。本来呢是想让前辈您好好尝一尝，可惜了，靖哥哥肯定比不过你。您接着好好睡吧，啊！这个只能我和靖哥哥独自享用啦。李子，终于找到你了。郭靖那个臭小子在哪儿呢？郭靖！哎，你有完没完？我们都离开中都这么远了，你还真追过来？我干嘛不追呀？除非那小贼把蛇血还我！郭靖，给我出来！呀！你怎么又来了？我要吸你的血呀！搞不好你消化完了以后，吸你的血更补。呀！呀！谁呀？给我出来！饶命！饶命！饶命！饶
蓉儿，没事吧？小的实在不知道是您老人家驾到啊！饶命！不是，小的实在不知道是您老人家驾到。人家好心请我吃个叫花鸡，你在这儿啰嗦什么呀？小的实在不知道二位少侠是您老人家的朋友啊，否则我岂敢造次啊！小子，去打他两下出气，教训教训他。我确实喝了他大蛇的血，他找我麻烦也是正常的，要不就饶了他吧。哎，人家欺负你，你打不过；我帮你，你却饶人家。现在搞得我像是个坏人一样。我来。蓉儿，哎呦，姑奶奶，饶我吧！姑奶奶哟，饶了我吧！蓉儿，饶命啊！饶命啊！去吧，去。这叫花鸡怎么烤得如此之香啊？多谢前辈相助。要不前辈和我们一起吃？那感情好啊！那刚才那场比赛谁输谁赢啊？我先跳下来的，我输了。我输，我早就馋得什么睡意都没有了啊！4成3分啊！鸡屁股给我啊！好，来，前辈。啊，谢谢金哥哥。连教化祖宗都整不了这么好吃的叫花鸡。毕竟我是小叫花出身嘛，所以呢，专门学过这门手艺。你是小叫花出身？不像，你白白净净的。那我看起来像什么？鸡屁股。来。哎呀，前辈您慢点吃，不着急，我这份也留给您啊。那怎么好意思呀？你自己都还没吃呢。对啊，蓉儿，你怎么不吃啊？我的这份给你。哎，前辈，我这份也给您。你小子仗义啊！好。晚辈郭靖，前辈怎么称呼？我姓洪，单字明七，你们两个小娃叫七公就行了。你这小丫头早把我猜出来了。哎呀，那我就是没猜错了，果然是七公前辈啊。前2天啊，我看到坏人在那儿打架，放的镖看起来值点钱，给你们了，就抵我吃掉的这只鸡啊。我们当七公是朋友，请朋友吃饭。不需要钱的。那我吃人家一点冷菜冷饭就不用钱的，吃了你们这么好的一只叫花鸡。哎呀，这叫花鸡算什么呀？我会的拿手菜可多了，比这不知道好吃多少。真的呀？真的。还有啥？这施展不开，我看不远处有一个荒店，明儿我们去置办一些食材、锅灶。然后呢，再请您好好试试口味，如何？好。当然了，咱们丑话先说在前头啊。你们两个要是有什么心思的话，趁现在赶紧说出来，要不然这菜我可不敢吃。
七公果真是明察秋毫。不过呢，我们俩小年轻能有什么心思？不过就是看您厉害，想请您指教两招，防身用。你爹本事那么大，何必要我来教你呢？七公认识我爹？他是东邪，我是北丐。你们还没出生的时候，我们的架就不知道打了多少次了。我初见你的时候，我就觉得有点面熟，但我真想不起来。后来看你比划那两下，这不是桃花岛的武功吗？那，再看看你现在这个神情，你的眉毛、你的眼睛，跟那个老怪物就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。蓉儿哪像怪物？哪有这么漂亮的怪物？是，不像。你这傻小子，武功乱七八糟，人也笨头笨脑的。你岳父能喜欢你啊？我爹爹还未见过他。不过呢，若是您老肯指点一二，我爹爹看在您的情面上，就会喜欢他了。如果您再收靖哥哥为徒的话，那老教花最讨厌人家拍我马屁，也从来不收徒弟。傻愣愣的小子，我不想教。靖哥哥怎么就笨了？不准你说靖哥哥笨。行，不笨。这种傻愣愣的小子，只有你才把他当宝。反正老教花不上这个当。走了。你让老教花出力教徒弟，给黄老邪当女婿，我才不干。蓉儿，没关系。好香啊，靖哥哥！蓉儿，你今天为什么做那么多菜啊？只有我们两个吃不完的话，多可惜。这些菜原本是给七公尝鲜用的，可他看不上，那我就做给靖哥哥吃。靖哥哥，你可得捧场，把这些菜全部吃光。好，我全都吃光。虽然七公老前辈脾气有点古怪，但感觉他这个人还行。哎呀，本事大的脾气都大。那七公跟你爹爹比如何？我听我爹爹说过，自中神通王重阳去世之后，当今世上武功能盖过我爹爹的，就只有九指神丐洪七公一人。我爹爹还说过呀，洪老前辈有一套武功，在当今世上天下无双，古今独步，已经称得上是天下第一了。黄老邪，还以为王重阳死以后，你就已然觉得你自己天下第一了，没想到心里还是佩服我老教花的啊！那是什么武功啊？我听我爹爹说过，叫什么，我想不起来了。反正啊，我想求洪老前辈教你的就是这套武功，它具体叫什么？降龙十八掌。我生平最讨厌人家拍我马屁，但你这个不属于拍马屁，他只是不小心在他女儿面前说出了大实话而已。七公，你好歹也是一代宗师，怎么能偷听晚辈说话呢？靖哥哥，端菜。哦，好嘞。喂，给我加个碗。我就是这个馋嘴的臭脾气，一想到吃什么都忘了。啊，古人说食指大动，那真是一点没错。我每次只要看到好的菜，我这个食指就咕咚咕咚跳个不停。有一次为了贪吃误了一件大事，我一发狠，把指头给砍了。这指头砍得断，馋嘴怎么就砍不断呀？砍不断改不了。这人要是不吃，那活着干什么呀？
嗯，如何？羊羔坐臀，小猪耳朵，小牛腰子，还有一条是什么？怎么变不出来呢？猜中便算您厉害。张腿肉加兔肉揉在一起，好本事啊！肉虽无种，但猪羊混咬是一遍，张牛同嚼又是一遍，这中间有几种变化倒是真不好算呢哦。倘若是次序的变化不记，便是25变。和五五梅花之术，又因这肉条形似笛子，所以呢，这道菜有个名目叫“玉笛谁家听落梅”。这谁家啊，就是考人一考的意思。恭喜你，七公，考中了，是这吃客中的状元。好，哎呀，哎，这碗荷叶笋煎樱桃汤，看着真是好看的紧啊，有点舍不得吃了呀。这荷叶清，笋尖鲜，樱桃甜，都不用讲了。这樱桃中间挖空了，嵌的是什么呀？您再好好辨一辨。斑鸠啊！这碗荷叶樱桃笋尖斑鸠汤又有什么古怪名目了呀？您还少猜了一样。什么呀？有几个花瓣吗？对了，这道菜的名目就和这5味佐料有关。是什么呀？你别打哑谜了，快点说呀！我就提一回，从《诗经》上去猜就可以。哎呀，那更不行了。我叫花子书我懂个啥呀？快点！这樱桃小嘴，如花容颜，说的不是美人是什么？美人汤。竹解心虚乃是君子，这莲花又是花中君子，所以这竹笋和荷叶说的便是君子。那就是美人君子汤。那这斑鸠呢？那就是美人跟君子一起飞起来呗。《诗经》中的第一篇“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，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”，所以这个汤名就叫好逑汤。也真的得是你爹才生得出这么鬼灵精怪的女儿，才有那么鬼灵精怪的名字啊！好不好逑我就不知道了，那汤是真的好喝呀。哎呀，小子，这小丫头是你媳妇儿吧？啊，好，你可真是有口福啊！重点是，她还真是能为你打算呀。荣儿是个很好的人，很好啊！既然吃了你们那么好的菜，那我这个自然也就得答应教你几招了。剑哥哥，还不快拜师？还是一样，我不收徒弟。我教你功夫呢，就是给这几样菜付的价钱。小丫头好好给我做几天菜，我就好好教你几天功夫，怎么样？公平吧？一言为定。好。打两下我看看。你这小子根基是好的，力气是有的，就是功夫不行。哎，教你什么呢？可真是费脑筋。行吧，就冲你这品性，我就教教你啊，也不怕你学会，又搞不好你也学不会。
那你学不会也不能怪我不教，省得你那小媳妇儿去跟他爹说我小心眼儿。七公，蓉儿现在还不是我的媳妇。哎呀，谁跟你说媳妇儿的事儿了？我跟你说的是招式。来来来，看好了啊，这招叫亢龙有悔。亢龙有悔，重点在悔，不在亢。亢是什么意思呢？威猛、神气，一条神龙飞得老高。你出尽全力，你以为你赢了，你死了。亢龙有悔，赢不可久。你1分的力气打向敌人，你还有10分的力气留在后头，这才是有胜无败的武功。至于悔呢，是要告诉我们，刚强之后必有衰败，做人做事留有余地才好啊。试一下。哎，你这不是亢龙有悔，你这是小虫有悔。再来。我为什么要贪嘴？为什么要答应教你功夫啊？这个差不多，继续练。好。七公，你觉得金哥哥怎么样？笨了一点，但还是可以教的。您老人家多费心，我呢每天给你做不一样的菜，让您吃遍天下美味。七公，您都教靖哥哥降龙18掌了，是不是该教我一套啊？他万一要是变厉害了，他欺负我，我打不过他怎么办？还得是七公您最宠蓉儿了。
哥哥，练了这么久了，歇会儿吧。喝点水。谢谢蓉儿。可是我想再练一会儿。你都已经跟七公学了一套拳了，我这刚刚才掌握这一掌。怎么这么多手？蓉儿小心！原来是喝了梁子翁的蝮蛇宝血，百毒不侵，难怪我这些宝贝都会怕你。欧阳克，你来这里干什么？听梁子翁说蓉儿你在这儿，我便及时赶过来。你是为了我而来？那当然，中都一见，再难相忘。蓉儿，你就跟我回白驼山吧。蓉儿不会跟你走的。就是因为你这个臭小子，蓉儿才不会跟我走。看我今天不杀了你！金哥哥小心！才几日，这小子长进如此之快。你怎么来来回回只会这一招？就这一招，就足够揍你。不自量力！蓉儿，跟我走吧。金哥哥，没事吧？没事。来了高手啊！郭靖不怕蛇毒，你还不怕？老毒物10年前玩剩下的东西，现在拿出来现眼。前辈是谁？这位老前辈的名字怕是不能告诉你，说出来吓你一跳。你是欧阳锋的儿子。前辈认得家书。我20年没见你们家老毒物了，他还没死啊？家书常说，他的朋友们还没死绝死尽，他老人家可不敢先行归天呢。会说话啊！带着这批宝贝来这里干什么？晚辈一向在西域，此次来中原，旅途寂寞，所以养了些蛇玩玩。
万不想冲撞了前辈。我呸！你身边那么多女人陪着你，还寂寞个什么？女人再多，也不及蓉儿你一个呀。真不要脸！你要在西域横行霸道，没人管；来到中原也想这样，那就是找死了。看在老毒物的面子上，今天放你一马，走吧。傻小子，愣着干什么？赶快帮忙捡呐！好东西，大补。哦，那我给师傅做全蛇宴吧。你别说呀，这蛇活的时候凶险无比，做熟了可是真香呀！靖哥哥，谢谢蓉儿。七公，那个欧阳克的叔叔是谁啊？这么厉害？东邪西毒，南帝北丐，中神通。他爹是东邪，这西毒呢就是欧阳锋了。20年前华山论剑，中神通武功天下第一，但他过世的早，剩下我们4个老家伙呀，大家彼此差不多。我看那欧阳克也没那么厉害，他叔叔能有多厉害？你爹厉害吧？我也不差吧？那是自然。那就对了。这西毒欧阳锋讲的一半是他的个性，另外一半呢就是他的功夫。他能使奇毒，无人能解，也爱玩蛇。蛇？就是今天这蛇阵吗？那今天破了那蛇阵的功夫是什么？七公，那是我想出来对付老毒物这蛇阵的一个暗器手法，叫漫天花雨。欧阳克这家伙功夫学的不到家，这蛇阵玩的倒是挺溜的，但咱们也不怕他。七公，您当然不怕那个老毒物了，但我跟靖哥哥就怕那个小毒物来纠缠。欧阳锋的侄儿要跟你们为难，这事儿可有点难办呢。你什么意思？亢龙有悔这一招，靖哥哥肯定不够用，多教几招嘛。他太笨了，他学不会。那我每天多加一道菜。冲着你这道菜，再笨我也教。来，七公，多吃一点，有了体力才能教武功，不是吗？晶儿，现在我要传授你降龙18掌的前15掌。虽然我总说你笨，但有时练武就必须这样，才能扎好根基。在田，鸿渐于陆，潜龙勿用，地设大川，突如其来，震惊百里，落月在渊，双龙取水，月离渊，10乘6龙，密云不远，孙则有福，龙战于野。
放肆！我不是说过不要有人来打扰我吗？康儿，你可算回来了。为父这些天很是担心你啊。父王，父王，我是来辞行的。你要去什么地方？我要回母亲的老家临安牛家村，以此向母亲赎罪，也不再回来了。不要离开爹爹，康儿。你虽非我亲生，但爹爹这么些年一直将你视如己出啊，至今不变。爹爹和你一样难过。爹爹本想一把火烧了这屋子，不要再想起你娘，不要再想起你。但是爹爹做不到。康儿，爹爹就你这一个儿子，从小给你锦衣玉食，百依百顺。只要你愿意，你还是可以姓完颜的。爹爹100年之后，你还是可以继承爹爹的王位。不要走，好吗？阿康，念慈，我暂时不能和你回牛家村。怎么了？我要留下来，留在完颜洪烈身边。你还是忘不了荣华富贵啊！也难怪，跟我回乡下，还要屈尊干农活，怎么比得上府里衣来伸手、饭来张口的日子？去留随你，我不逼你。念慈，你误会我了。能和你一起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但是想想就觉得美好。可是现在，完颜洪烈正觊觎着岳飞将军的武穆遗书。一旦他得到武穆遗书，我们大宋……你不用跟我说缘由，你想留便留，我就当你自有苦衷。若你以后想回老家了，告诉我便是。念慈，你是相信我的，对吧？信不信，不是看你现在怎么说，而是看你将来怎么做。我是担心现在我们回到牛家村，乡亲们会说脊梁骨，说你嫁了个姓完颜的，我怎么能忍受你受这样的白眼？一旦我为大宋保下武穆遗书，再也不会有人瞧不起我们。到时候我们就回牛家村，一辈子不离开。那你可别忘了，你说过的话。